这个老板哈也真是嘞，猪心都给你一次2个的买。他说现在猪心相应的5块钱一个，论个卖，2个才10块钱。清洗干净过后，把它划开，然后猪心上面的这些肥的，把它片下来。现在来把猪心切一下，切成大小均匀的条。这个条呢稍微小一点才方便成熟，还有就是入味。比较厚的就要从中间片开。你还别说，这5块钱的猪心是真的大，这个猪心太划算了。加入1大勺盐，再放入清水，反复的给它抓洗过几分钟的时间。清洗好之后，用漏瓢把它漏出来，控掉水分。现在我们来泡菜坛子里面磨一点泡菜，泡的姜豆儿，有什么夹什么。这里还摸到一个刀豆，捞的这些泡菜给它全部切成小条。这个泡刀豆下稀饭的话是有点哎呦。还有泡姜和泡辣椒这些，都一样的。泡辣椒就切成这样子的壳块儿。放了这么多的泡菜哈，它主要作用就是给整道菜提味。姜葱蒜壳块儿，这个蒜的话一定要多一点。老板帮我剥好的，他说想到我一个人在家的话，剥蒜太麻烦了，结果都长芽了。蒜长芽了不影响咱们的食用哦，就相当于吃蒜苗一样的。全部给它切成这个大小均匀的壳块儿，这样子就可以。再给它加入一点干辣椒和干花椒放到一起，再来准备一点芹菜，切成节，香菜的话也切成节，杆和芹菜放一起，这几片叶子的话就单独放。猪心控好水后，现在来给它码味：盐、味精、胡椒、料酒、红薯淀粉，下手给它码匀。咱们在码猪心之前，一定要把它的水分控干，不然等一会儿炒出来它全是水。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，坚决如铁。昏暗中有种烈日灼伤的错觉。唱不起来了，突然。先多放一点油，把锅给它炙一下，避免等一下猪心码了淀粉嘛，下锅的时候扒得满锅都是。到时候就比较难看了，毕竟我把锅炙好后，下入码好的猪心，大火快速的给它滑散。这个家庭小灶让人有点头疼，就是火比较小，筋道都滑不散。稍微多炒一下，提前把猪心给它炒熟。猪心滑熟过后，现在先给它倒出来避孕。炒猪心的油留在锅里面。先下干辣椒、干花椒和姜葱蒜壳块，再来上1小勺香辣酱，全部都炒香过后，下泡菜、泡椒、泡姜，一起给它煸炒。稍有煸炒，下入滑熟的猪心，大火拨转，烹入一点料酒、调味糖、胡椒、鸡精。蚝油，再给它烹入一点毛毛醋，下芹菜和香菜，继续大火炒匀。接下来关火出锅就可以了，看起来就超级的香啊！饭店里面一般都是用这样子的锅仔装，下面的话给它酒精灯点火，一份68块钱，不过它的配菜会多一些，让你看起来觉得很划算。实际咱们今天这个做一份成本12、13块钱。最后给它撒上一点葱节，再来一点香菜，点缀一哈，美味继承。非常好吃的泡菜锅仔猪心就做好了。榛子炒出来的猪心表皮细嫩爽滑，里面是脆嫩又鲜香，搭配着泡菜的酸辣味，口口都是
开胃过瘾又下饭的味道。做法呢也超级的简单，轻松就能够把饭店的江湖菜搬回家。喜欢的朋友一定要收藏着，有时间的时候我也试着去告一下，不喜欢的免费看完就撒个。突然间感觉啊，这一盆菜真的太划算了。如果在不喝酒，光下饭的情况下，基本上可以够4个人下饭的，10多块钱。刚刚吃了一口泡菜，好酸哦，这味道安逸。猪心也好吃，这个猪心这样炒出来，没有任何的腥味和异味，放心的干，只带着这个泡菜的酸爽，味道是真的巴适。要这个猪心夹杂着泡菜吃，那才够过瘾。猪心和泡菜搭配，大家家里面如果没有泡菜的朋友，可以直接买那种一包一包的泡菜，切一点进去就是了。我感觉我吃菜不是很凶，吃饭的话特别凶。你们看，半碗饭下去了，菜就少了一个雀。多的就不说了哈。咱们呢，今天视频呢就到这里撒过了，大家记得帮我长按一下点赞哦。我是想念，咱们下期见，拜拜。在四川有一道非常经典的炒鸡肉，现在呢做的比较少了，但是提它的名字，可能很多朋友只知道2个字：下饭。今天呢，我准备了这一块鸡脯肉，给大家复刻一下这道经典川菜的做法。做这道菜一般都是选择这个新鲜的鸡脯肉，剔下来之后把它抠到冰箱里面冻一下，这样子的话才会好切。你们看，我把它冻嫩了之后，就跟切萝卜一样的。现在先把它切成2毫米厚的片，大家的话尽量把它冻久一点，我这个冻得不是很久，都没得好嫩的。再给它切成丝，最后的话把它切成末，再给它挑一个方向，切成末。大家可能会问，为什么要切？我直接剁不行吗？剁还真的不行，剁出来它就完全不一样了啊！一定要切的。先给它抠到一边，让它解冻去。香料的话，多准备一点这个青红椒，给它切成圈圈。这个青红2荆条其实它的辣度啊，只属于微微的辣，大家不要看着放很多，没什么辣度的。现在的话，再来准备上2包宜宾芽菜，给它加入清水清洗一下。买过来的这种包芽菜，一般情况下都是特别的寒，所以一定要用水洗了之后，等会儿练捞出来的时候，我们把水给它挤干就可以了。再来准备上一点窝头，也可以用荷叶夹呀、馒头啊，这些都可以。咱们基本上所有的东西都已经准备好了，我相信大家应该知道这是咱们的哪一道经典老菜了吧？吃起来除了我刚才说的下饭以外，还有一个字，它就是特别的香。现在的话，饭店里面基本上也不做这道菜了，我很少看见有饭店做。以前就是路边的苍蝇肉馆子，基本上每一个苍蝇肉馆子都有这道菜，它就和回锅肉一样的，名气非常大。多的不说了，咱们先来炒起。窝头先上锅给它蒸热，随便蒸个5、6分钟就可以。鸡脯肉给它码上一点老抽酱油、胡椒粉，码匀的就可以了。锅内来一点油，先把锅儿治一下。如果你不把锅治好的话，这个铁锅肯定会粘锅，粘到你怀疑人生的。把锅治好后，下入这个鸡肉，用最小火先把它炒散。这个鸡肉咱们是没有码粉的哦，水分比较多啊，现在用大火把水分给它炒掉。炒至这个油渐渐清亮之后，下姜葱蒜末，再来一点老抽酱油提色，感觉颜色深一点的话好看一点。下芽菜，稍微多爆一下，让它在油里面彻底的爆香。下入青红椒，
先用大火翻炒匀净，调味一点鸡精、味精、糖、毛毛盐，继续的给它炒转。起锅前来一点花椒油、香油，和转的就可以出锅了。咱们装盘的时候把鸡米芽菜装在这中间哦，边上等一下要摆窝窝头，蒸好的窝窝头边上摆上一圈。这个盘子小了一点，其实应该再大一点，摆出来就好看了。非常好吃的鸡米芽菜就做好了，真子炒出来真的是特别的下饭，下馒头、下包子，用来拌面条，口味也是特别的好。这可是曾经与回锅肉齐名的经典川菜，大家如果喜欢，一定要收藏着。有时间的时候，我来试着去告一下。不喜欢呢，只有免费看完，就3个。虽然说这道菜非常的经典，其实我第一次吃到这个鸡米芽菜的时候是在2017年的。我第一次自己学着炒鸡米芽菜，也是在2017年。为什么用窝窝头？窝窝头就比较方便呢？把这个菜放到里面给它夹起。如果是活页夹也比较方便，馒头的话就没那么方便，需要咬一口弄一口，这样子就跟吃包子一样的。好香，超级的香哈！嘴角有一点烂了，嘴巴不敢张太大。嘴巴张太大的话，这个嘴角扯得疼，就好像步子迈大了扯得裆疼一样的。这个辣度微微的辣，吃起来安逸得很。真正的香。鸡米芽菜好久都没有吃了，不过这个味道呢，还是一点都没有变。巴适的板，安逸的很，多的我就不说了。咱们悄悄的舀碗饭把它干了就算了。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3个了，我是想念，拜拜。